我们是吧？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竹知了事件是最近网友网梗引发的网络风波，核心是传统玩具竹知了与华为高管余承东发布会哇哇声撞车，华为投诉视频侵权，结果引发越投诉越火的舆论反转。那么对这个事件，网上一片声讨，甚至争相效仿，做了很多类似的视频。有人说，华为你好大威风啊，华为你玩不起，一个几块钱的竹知了把万亿级别的华为整破防了。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位博主的视频一起复盘一下整个事件，请看视频。竹知了这个网络梗被玩到现在这个份上，确实出乎不少人的预料。老实说，我也是。今天咱们单纯的从网络心态、企业公关的层面，不站队，只复盘，谈点得失，仅供参考。最初竹知了和1000万以内最好的被网友绑定打趣，只是小众调侃，更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并未引发大范围发酵。后续大量跟风模仿的短视频层出不穷，玩梗慢慢泛滥，可能和获取流量、博取关注有一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品牌方选择集中投诉下架大量玩梗视频，可能这套操作反而起到了反向效果。特别能理解品牌选择投诉下架视频，本意是为了制止大范围抹黑式玩梗，维护自身形象，这是一种权利，也不失为一种处理手段，但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最明显的就是逆反情绪。复盘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原本只是小范围的网络玩笑，在玩梗风潮已然蔓延开来之后，批量下架反而让事件迅速出圈。不少原本只是旁观的普通网友生出逆反心理，看过相关视频的观众也容易心生抵触。后续部分玩梗内容恶意倾向较为明显，我分析可能一部分源头就来自这种逆反情绪。所以咱们仅仅站在公关角度可以得出判断，轻度玩梗调侃本可以慢慢降温，强行集中投诉下架反而容易放大事件热度。说这些不是要分对错，而是从效果出发评估得失。梳理整件事有几个层面需要厘清。第一，竹知了的梗是否玩出了界，能不能这么玩？齐鲁晚报报道中有律师认为，玩梗虽然没直接点谁谁谁的名字，但指向性暗喻很明显。如果这种暗喻是戏谑、丑化甚至嘲讽，并构成规模化传播，可能就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涉嫌名誉侵权。我个人觉得，如果他说的这个如果确实存在，这个分析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但如果是个假设词，是否确认存在需要事实认定。就像有人说，如果背后有针对特定企业攻击一样，都是指一种可能性，不是确定性。第二，必须明确指出，企业维护自身商誉和个人名誉是合法权利，但可能也要看到玩梗针对的是具体人还是具体事。从复盘看，网友这次是对夸张营销有情绪，从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到全国人民都买得起等表述，个人觉得无论从广告法的限度，还是从对公众认知的挑战角度，都是一种对法律边界的试探，也积累了不少负面观感。可能竹知了的玩梗就是网友的一种委婉吐槽方式。所以我的观点是，当我们指责玩梗要有度的时候，可能也要反思营销表述的法度在哪里。第三，我们应当把营销人员的个人营销发言和这家高关注度企业的整体立场切割来看，不要把个人的销售行为和整个企业捆绑在一起。有时候某个人某句话仅代表当时当刻的表达，不建议动辄上升到代表某公司、大企业，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安全层面。任正非先生曾说过，不要把华为与爱国简单捆绑，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是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他还表示，不要煽动民族情绪，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之风，这是有害国家的。这些话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清醒，我非常敬佩这种大视野、大格局。回到竹知了这个梗如何化解，我个人认为应该有多种更体面的方式，解释式、改进式、自嘲式、法律途径、起诉式等等，都符合现代公关的理念。国内就有知名企业家用幽默智慧的方式，甚至用自黑来回应、来消解，有着成功的案例。竹知了事件提醒我们，营销有法度，玩梗别失度，各方都要有包容，也要有雅量，千万别把竹知了当成一个道具，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对峙。话又说回来，像余承东和雷军这样夸大的宣传话术，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竞争对手都看不下去了。这次也算是求锤得锤了，什么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什么小米苏71000公里只充1次电，大家都开始反感了。
网上还有一部分人在教华为应该自嘲接下这泼天的流量，还有另一部分人说，不管是谁都可以对恶趣味的玩笑说不能因为别人不接受就说别人开不起玩笑。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在为华为站台，只是想说，不管是对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普通人，用这样的论调去评价或者攻击别人是不对的。一起来看看这位博主的视频，听听他说的有没有道理。直接看视频。一个几块钱的竹知了啊，哇哇哇是吧？你全网玩梗，结果呢却让华子破了防，全网删帖，最后呢玩不起太敏感。为什么本是受害方，结果舆论风向却彻底反转呢？那这一期我的观点可能跟全网有点不大一样啊，但是保证句句都在点子上。首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一定要分成2个部分来看啊。看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你们也先别激动，先听我说完。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现在看啊，全网好像都在教华子应该怎么做，这泼天的流量是吧？你顺坡下驴一个玩笑，既体现你的大度，又善了此事，对不对？雷军当年一句 Are you OK， 那怎么做的？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但是为什么就一定要接受这类恶趣的玩笑呢？我不接受就意味着开不起玩笑，这个对吗？当年易立竞采访周杰的时候，应该大家还有印象，当时你也知道尔康的那个表情包被全网都玩成什么样了。周杰讲了几句话，结果讲的全网都夸他情商高，说得好。要求别人开得起玩笑，首先这个逻辑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变坏的败种。从小你的老师会教你恶搞吗？父母会教你肆意取笑别人吗？这个本质其实就是不尊重人。那当然易立竞当时反应很快啊，现在是娱乐时代，大家只是拿表情包消遣嘛，那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啊。周杰立马跟上了，不要总拿大家来做挡箭牌，谁代表了所有人？凭什么把一部分人的喜好拿来绑架受害者呢？开玩笑是应该有边界的，别人不愿意接受的调侃那就不再是玩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哈，反正我本人是比较认可这类观点的。你想嘛，把一个人讲话的这种感觉比喻成了知了哇啦哇啦是吧？咱不聊是否对这个企业的高管形象有什么影响，那个太大了我不聊啊。但是不管用来对谁，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企业本身有权利去维护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点肯定是没错的。但是这是第2部分了啊，为什么本是受害方的一场维权最后反倒变了味儿？其实核心原因就4个字，这次处理的太过简单粗暴了。首先，现在的汽车舆论环境你们也知道，本身就已经非常敏感了，一言不合起诉你500万是吧？一句不对投诉删帖。大多的这种公众啊，其实关于这种侵权的界定，在法律层面的定义，他们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大多数人只认啊，我直接讲了你的负面啊，这个就是说了你的不好，对不对？但其实法律层面让公众产生了联想啊，你的评论啊，舆论导向这种也往负面的方向去带，这个其实也算的。而这波法务的处理呢是非常冰冷的啊，就直接给你全删了，但是却给了网络舆论另外一个空间，就是我老祖宗传承了几百年的玩具你都容不下，你这个企业太没有格局了。所以没有缓冲，没有解释，就粗暴了用了现阶段本身就已经极其敏感的这种删帖方式，公众是很难跟你共情的。其次，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建议车企们以后少吹点牛吧，少做点那种用户无法理解的事儿啊。互联网我跟你讲，很多记忆它是有关联的，比如说1000万最好啊，越野选了条那种什么小水坑啊，对不对？我从来不否认你技术上是有料的啊，我也知道你们宣传需要造势，但是有些东西你要知道是很遭人反感的呀。所以看似只有一件事，其实这个背后啊，能够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其实是关联着无数互联网的记忆。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